一个乖女孩要经历多少残酷才能学会保护自己？在权力的游戏中，如果你问谁是最无辜的受害者，很多人都会说珊莎·史塔克。但如果你再问一句，谁是成长的最残酷却也是最现实的那个人，答案依然是珊莎·史塔克。他不是靠剑活下来的人，他也不是靠复仇重建秩序的人，他靠的是忍耐、观察、理解权力，以及一步一步放下幻想。这一集让我们来聊一聊珊莎·史塔克，聊一聊一个乖女孩如何在暴力世界中完成一次几乎没有人愿意经历的成长。在故事的最开始，当劳勃国王造访林东城的时候，年轻的珊莎第一次见到了乔弗里。那一刻，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光。那不是对一个具体男人的爱，而是对王子这个角色的向往。优雅、强大、浪漫，被命运眷顾。在珊莎的世界里，王子就应该爱护淑女，权力就应该带来秩序，而成为王后意味着安全、万众敬仰、被尊重、被珍惜。这是他从小就被教会的世界观。而就在同一场欢迎仪式上，发生了另一个很容易被观众忽略的细节。在迎接国王一行人的时候，年幼的艾莉亚天真又直接地突然开口问了一句：小恶魔在哪里？几乎是下意识的，珊莎立刻对他说：闭嘴。这并不是因为他讨厌艾莉亚，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这种场合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知道秩序比真实更重要。他知道在权力面前，失礼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幕非常关键，因为它说明珊莎从一开始就不是傻白甜，她是一个过早学会顺从规则的孩子。他很早就建立了一种条件式的安全感，只要我足够乖，足够听话，足够符合期待，这个世界就不会伤害我。这也是无数乖孩子们、好学生们一生都在相信的隐性规则。而整部《权力的游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残忍地摧毁这一切。乔弗里很快就撕下了王子的面具，他残忍，喜欢羞辱别人，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而珊莎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反抗的手段。当她站在广场上，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站在君临城的百姓们面前，以王后的身份站在父亲奈德的身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斩首。他不能像艾莉亚那样逃跑，不能像罗伯那样举兵，不能像琼恩那样挥剑。他唯一会的是礼仪、微笑、忍耐、沉默。但现实一次次告诉他，他越顺从，乔弗里就越是肆无忌惮；他越得体，乔弗里就越把羞辱他和整个史塔克家族当成是娱乐。那一刻，珊莎失去的不只是父亲，还有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信念。他发现，原来听话并不能换来被善待，原来身份并不能带来安全，而秩序本身也可能只是暴力的一部分。从那时开始，创伤就从他过去的所有的驯化当中钻了出来，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这是一种价值系统的崩塌性的创伤。珊莎经历了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极度悲伤、愤怒、绝望和麻木，以及非常典型的解离感。而就在这期间，她仍在不断遭受来自周围的不间断的各种打击。从这里开始，珊莎的人生目标全部都被摧毁。
她不再渴望穿着漂亮的裙子嫁给英俊的骑士或是王子，生一大群可爱的孩子，成为女王。相反，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想尽一切办法开始自保。她克制、隐忍。当乔弗里邀请她参观被插在城墙上父亲的首级时，那一刻她明明有机会可以把毫无防备的乔弗里推下城楼，也可以选择自己跳下去，但是她并没有那样做。有人说那是桑铎拦下了她，但那只是她本身就处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被桑铎轻轻地拉了回来。当他在比武大会上看到乔弗里想要杀死喝得大醉的唐托斯·霍拉德爵士的时候，主动劝说乔弗里放了他。当他发现自己已经长大，经历了第一次生理期，却得不到任何关心和爱护，等待他的就只有替国王生孩子这样的命令。尽管这让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工具，但他还是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当珊莎得知自己又被迫改嫁给侏儒提利昂的时候，他的内心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就像是一个根本没有人在意的东西一般，乔弗里不需要他了，就把他冷冷地丢弃。但命运却在此刻悄然发生了转变。被迫嫁给提利昂对珊莎来说本应是另一场重复的羞辱，她已经太熟悉这种模式了。权力意味着侵犯，婚姻意味着失去身体与意志的主权。但这一次事情偏离了她的创伤脚本。已在名义上成为她的丈夫的提利昂并没有碰她，相反，他非常尊重她的恐惧，也尊重她的拒绝。在公开场合，他一次次维护她，甚至就连在她并不在场的地方。当血色婚礼发生之后，当瑟西冷冷地看着乔弗里当着提利昂的面羞辱史塔克家的时候，提利昂却拼命地维护着他最后的尊严。或许珊莎自己也不知道提利昂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但这却是他第一次在极端压迫的环境中经历到一种不符合他创伤经验的关系模式。原来权力可以不被用来伤害他人。这种体验会被直接存储在潜意识当中，它不会立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但会开始稍稍松动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我注定会被当成工具来利用，会被权力摧毁。而珊莎第二个重要的潜意识触发点来自桑铎克里冈。在君临城百姓公开向乔弗里泄愤的那一天，全城的秩序彻底崩塌，暴民不再分辨对象，只剩下宣泄。珊莎被挤在人群中，几乎要被吞没。而就在她被暴民们围住的时候，猎狗桑铎出现了。桑铎克里冈外表恐怖，身材高大，一脸凶相。作为国王的守卫，又顶着一个猎狗的名号，不管怎么看都令人觉得非常不适。我们有理由相信珊莎对桑铎也是这样的印象。桑铎去救珊莎，并不是因为谁给他下的命令，并不是因为职责，甚至不是因为善良的道德宣言，而是一种未经语言加工的原始的本能选择。当桑铎扛着失魂落魄的珊莎回到红堡，他回过头来关照那些士兵，带着这只受伤的小鸟回到他的笼子里，好好照顾它。当提利昂感谢桑铎的时候，桑铎又回答他：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你。我们不知道在当时那种场合下，珊莎是否能够听到桑铎说的这几句话，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体验。当你周围的一切正在失控时，有人选择站在你这一边，这样的体验会被我们的潜意识牢牢记住。斯坦尼斯围攻君临城的时候，桑铎决定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在临走前，他再一次遇到了珊莎。可这一次，当他提出可以带珊莎去北方，可以带她回家的时候，珊莎却问他国王怎么办。而当桑朵告诉他这些都是杀人犯，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是杀人犯的时候，珊莎迟疑了一下，平静地说：你不会伤害我。也许很多人会误解这一幕，以为珊莎依旧软弱，她的人格依旧被困在她原来的那个灵魂当中。可如果从潜意识的角度来看，这是她第一次没有背叛自己的内在节奏。因为在遭受创伤之后，人并不适合被立刻扔进自由当中。当一个人尚未建立内在的安全感时，未知比牢笼更可怕。珊莎的拒绝不是否定逃离，而是在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真正的重建不是马上离开，而是开始意识到我有权决定什么时候离开。但毫无疑问，这2次与桑朵的遭遇，无疑在珊莎的潜意识里种下了种子，也让珊莎学会看清披着金袍的王子可能是又蠢又坏的恶魔，而在满身血污的战士那可憎的面目之下，也有可能藏着一颗柔软的心。珊莎真正的转折时刻发生在乔弗里被毒死之后，几乎是出于本能的。珊莎没有辩解，没有挣扎，没有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甚至可能连发生了什么事都还没弄清楚，就被拉着立刻逃离了君临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不是一个想清楚之后的决定。她非常清楚自己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她不知道那条小船会驶向何方，她也不知道前方等待着她的是什么。但他还是走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潜意识主导行为。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危险之中，理性往往会被恐惧压制，而真正能够保护我们的是潜意识中早已积累的信号：这里不安全，我必须离开，现在就走。这不是勇敢，也不是算计，这是他的潜意识。在无数次的压抑、忍耐与创伤之后，终于替他说出了那句话：我受够了。他不知道未来，但他知道继续留下来意味着再一次被吞噬，所以他走了。珊莎逃离君临城之后，并没有立刻迎来解放，他先是跟随小手指回到鹰巢城，在那里他看似终于离开了暴力、羞辱和直接的威胁，却进入了另一种更隐蔽的危险之中——操控。小手指从来不靠暴力控制他，他不断在珊莎的心里强化一个概念：只有我理解你，只有我保护你，你只能依靠我，甚至是只有我真正爱你。这是创伤幸存者最容易再次陷入的关系模式之一。当一个人长期被剥夺安全感，就会对看起来懂你的人产生强烈的依附。小手指确实看懂了珊莎的聪明、隐忍和潜力，但其实他真正看重的并不是他本身，而是他作为权力筹码的价值。于是珊莎再一次被交易了，这一次是被送往北境，被送到小剥皮拉姆斯波顿的身边。很多观众在看到这里的时候会非常疑惑，珊莎已经吃过那么多苦头，为什么还会再一次掉进这样的深渊？这一切并不是珊莎的愚蠢，而是一个尚未完成内心重建的人仍在重复他所熟悉的痛苦。因为熟悉至少意味着可以预期，而未知才是真正的恐惧。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珊莎开始主动寻求帮助的那一刻。在临冬城，她第一次没有选择忍耐、幻想或者等待拯救，她选择了席恩·葛雷乔伊来完成自救。这一步非常重要，
席恩同样是一个被羞辱、被剥夺、被摧毁一切的人。他们之间不再仅仅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而是能够彼此看见伤口的同类人。珊莎不再试图用善良或是顺从来换取生存，她开始用判断、策略和信任去做一件事：回家。当她最终回到北境，当她站在临冬城，珊莎终于看清了一件事，原来这个世界始终把它当作可以被使用的工具。而这一刻的珊莎已经不再需要用幻想来维持自我，她不再需要成为王后、淑女或是牺牲品，她开始了肉眼可见的成长。甚至在这段时期，她还有能力给琼恩·雪诺好好的上了一课。在私生子大战之前，她冷静地与琼恩·雪诺分析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在看到琼恩·雪诺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之后，他并没有过多的与他纠缠，而是独自前去鹰巢城，搬来了谷地的骑兵。这一战让人们看到了琼恩·雪诺的不成熟，也让人们看到了正在快速成长的珊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当他在战场上远远地看着琼恩·雪诺的时候，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已然有了一丝领袖的味道。当剧情进入后期，珊莎与艾莉亚在临冬城重逢的时候，许多观众都觉得一切显得非常不自然。艾莉亚觉得珊莎变了，变得谨慎、圆滑，懂得算计，甚至看起来像是在向权力妥协。而珊莎也同样无法理解艾莉亚，那个拒绝规矩、手握利刃、对世界充满愤怒的妹妹，在她眼里像是随时会把一切都拖入危险之中。但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彼此的敌人，而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创伤长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艾莉亚的策略是：我愤怒，我反击，我绝不让任何人再伤害我。而珊莎则选择：我观察，我忍耐，我在看透规则，并且活下来。当观众们都觉得珊莎与艾莉亚联手揭露小手指的操控这段情节来得太过突然时，导演和编剧却在向我们传达，她们两人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双生姐妹。他们两个人在经历了所有的撕裂之后，终于开始通过彼此来重新连接自己身上丢失的东西。他们不是对立的，他们是彼此的镜子。如果我们回头看珊莎·史塔克的一生，会发现她的成长在于不再把自己交给幻想、权威或任何一个看起来能保护她的人。他曾经相信童话，相信王子，相信自己能够得到保护。后来他被一次次背叛、羞辱、操控，他被迫在权力、恐惧与不确定中活下来。但珊莎并没有变成他曾经厌恶的那种人，他没有用愤怒重建世界，也没有用仇恨定义自己。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也更成熟的路，看清现实，同时不失去对人心的理解。当猎狗桑朵与珊莎重逢，桑朵提起，如果当初与他一同离开君临城，或许他就不会遭遇那么多的不幸。而珊莎则回答道，如果那样，我就永远都只是一只小小鸟。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我们是否变得更强，而在于我们能否在历尽艰辛之后依然保留自己的判断力，看清楚世界的边界在哪里，并能够保有选择的权利。这些珊莎都做到了。她学会了观察权力，却不再迷恋权力；她理解恐惧，却不再被恐惧牵着走。他深知这个世界并不温柔，
却不再需要用幻想来安慰自己。当提利昂提出由布兰担当7国的领袖时，其他剩余的家族都表示赞同，唯有珊莎坚定地表示北境已经经历了太多，现在应该独立了。这一刻，他说的既是北境，也是他自己。感谢收看本期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希望你能帮我点赞、转发并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在 B 站上看我的视频，请帮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是我能够继续这个系列的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Used to be you couldn't look at me.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I've seen much worse than you since then. Yes, I've heard. Had you were broken in. Had you were broken in rough. And he got what he deserved. I gave it to him. Oh. Hounds. You've changed, little bird. None of i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you left King's Landing with me. No Littlefinger. No Ramsay. None of it. Without Littlefinger and Ramsay and the rest, I would have stayed a little bird all my life.